Hello everybody， 欢迎来到流浪猫喵 Wandering。今天是樱桃摘采特辑的第2集，要来跟大家分享我在澳洲的摘采经验，跟纽西兰有什么样的不同，以及非常重要的樱桃摘采技巧要分享给大家。那还没有看过上一支影片的人，记得要先去看哦。其实我一开始在澳洲的樱桃摘采经验不算是很好。因为我那个时候有一点太急着想要找工作了，所以我就直接在 FB 上面的社团找到了一个工头，他带着一个蛮大的团队。那个时候果价大概是12公斤才11块，蛮低的。可是呢，因为对方跟我说他们的树通常是小树，不需要用到梯子的。而且我在想，如果不分梗摘的话，通常应该会比分梗还要来得容易吧。所以即使在我有一个在澳洲摘采过的朋友，他说不推荐的情况下，我还是去了。结果呢？结果就是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我在那个场的经验呢，真的没有到很好。我摘的成绩呢，也有点普普通通。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因为我太习惯分梗采了。还没有很习惯不分梗这边要说一下，澳洲跟纽西兰有个很大的不同点，就是纽西兰基本上呢，绝大部分的樱桃你都是需要分梗的，就是要把梗分开，一颗一颗的这样子放在你的桶子里面。但是澳洲呢，除了塔斯马尼亚以外绝大部分的地方呢都是不需要分梗的，所以你就可以直接这样一摘下来连着的，你就直接放到桶子里，直接放到桶子里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想，我应该可以摘的比较快的原因。但是呢，事实上是没有。还有个原因是因为他们这个团队人真的太多了，所以有时候还是有需要还要抢箱子什么的，而且他们的箱子很大嘛，12公斤，所以你不可能扛在身上所以他们的箱子大箱子是放在地上的，所以你在摘的时候摘到你胸前的桶子完之后，你要再把它倒到你的大箱子里面，大概要倒个2-3次。才可以有一个12公斤满的箱子，所以你在那边倒的时间就是有一点浪费掉了。因为之前在纽西兰，就是你一踩到一个高度，你就直接桶子放下来，就有别人来收了，你就直接放下，然后就有人来收了，就是很快，而且事情都很顺。而且在这里的话，还要跟人家抢箱子什么的。在那边，如果我没有箱子的时候，我就只要喊一声 bucket no bucket。那我的 supervisor 呢，他就会赶快带着桶子，然后冲到我面前，给我空的桶子，让我可以好好的继续摘。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，我刚刚不是说他们讲他们树都小小的吗？不需要用到梯子。可是事实上呢，他们大部分的时候，你都够不到最上面的樱桃，所以呢，大家都会拿就是我们放樱桃的箱子反过来，然后踩在箱子上面。几乎每个人都会有备个2-3个箱子，是专门让你踩上去，然后更高去采樱桃下来的。所以根本不是不需要梯子他们还是用了箱子什么的。所以可能就是这种种的原因下来吧，我在那场的成绩没有到很理想。但是呢，我之后也是有认识到一些其他的采手，他们说他们在一些其他地区其实采那种不分梗的，还是很容易就可以随便采到时薪50以上什么的。这里最低时薪20几块吧，那他们随便都可以采到时薪50以上。所以我觉得可能只是我在那个场不是很理想这样子。还有刚刚忘记说了，就是澳洲跟纽西兰有一个很大的不同，是因为澳洲很大嘛，所以呢，它从有一点北边的地方就可以开始采樱桃了。那大概可能10月、11月的时候就开始。那一直到最南边的塔斯结束之后是大概2月的时候。所以呢，如果你真的跟着樱桃季节从北到南这样采下来，其实你可以大概采3个月的樱桃这样3个月，如果你都很顺利到不错的场的话，哇，累积起来的金额是很可观的哦。不过之后呢，好险我去了塔斯马尼亚采樱桃，遇到了一个很好的场，而且这个时候没有工头。是直接对场的，而且我们还可以住在那个营地里面都不用付钱。他们的价钱也不错，因为是要分梗的关系，刚刚有说塔斯都是要分梗的，
所以呢，它的价钱那时候是8公斤10块。但是呢，我们有季节结束的奖金1块钱，等于呢8公斤11块，真的是蛮好的。而且啊，我们在去之前，他们也是说他们的树啊很小，不需要用到梯子。其实我那时候是不太相信，我觉得我应该会又被骗又被坑什么的。但你真的到那边之后，是真的大部分时间你都是可以够得到的。有时候啊，那个树枝可能长太高了的时候，他们还会帮你就是拉树枝啊，或是帮你扶住啊什么的，你就可以顺利的就是赶快的踩下来，是真的很好的这个场。那个时候我也是超拼的，我每一天踩的桶数，一天比一天还多，一天比一天还高。可是呢，我在季节结束的时候居然确诊了，因为要隔离的关系，我没办法参加 Season Party， 什么鬼啊！辛苦了这么久，超重要的 Season Party， 我居然在隔离中度过，真的是有够衰的。那在这间厂啊，通常我也是摘大概至少40-50桶，可是呢，我在纽西兰的时候啊，那时候1桶是5公斤，但现在在这里呢，1桶是8公斤，所以你就知道我进步多多了。这样子的差距下来，也是有150公斤的差距。而且啊，我有几天的时候，我甚至拼到60桶哦，拼到60桶，真的很累，真的很拼。你真的要非常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 ，push 自己，连换树啊，连去倒桶的时候，都是用跑的。还有啊，其实我来到澳洲之后采樱桃啊，我是完全没有在休息的，连午餐休息啊、smoke 啊，我是都没有休息的，连去喝个水、上个厕所都是很珍贵的时间，都要赶快结束这样子。所以你就知道我有多拼了。我之前在纽西兰的时候都是会吃午餐的，而且 smoke 的时候我也都会跟着休息。可是来到这里之后，可能是因为他们比较没有特地讲吧，因为纽西兰的时候他们都会喊，现在是午餐时间，现在是 smoke。可是呢，在这个场的时候，他们都不会特别喊，他都说你要休息就休息，你就自己去休息，他们不会特别喊这样。所以呢，我就是直接拼了。你知道我们大概每天早上6-7点起来，然后要工作8个小时嘛，到下午2-3点。所以呢，我通常都是早餐5-6点之后呢，下午2-3点才是午餐这样子。那收入的部分呢，因为这个厂啊，它一个星期只工作5天而已，所以你大概一天平均就是500澳。那如果有做到60几桶的时候啊，所以等于我最高纪录呢是有接近到700澳一天的。那如果用500澳一天来算的话，一个礼拜5天嘛，所以就是2500澳币，也是5万多台币呢。所以呢，就是大概我每个星期都是这个金额。可是呢，这里有个小缺点啊，塔斯这边因为它的季节非常短，我在这个厂的时候，它季节只有1个月，所以是没有太多时间让你练手练起来的。所以好险我是之前就有纽西兰的摘采经验的，所以我来了之后也是就是一直努力的，一天比一天多，才最后到了这个金额。对啊，但是也没有花很久啦，可能大概1个礼拜左右吧。毕竟我有前一次的经验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刚刚说了这么多，最重要的是现在呢，我要来跟你说樱桃摘采的技巧跟手法，我个人的，不一定是全部人都这样，但是我个人是这样子，对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好，现在看到影片里面呢，是采樱桃非常标准的姿势，就是呢，通常樱桃都会有长长枝条，当你遇到长枝条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把它们夹在腋下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当你把枝条夹在腋下的时候，你就会有2只手都空出来可以用。你知道我们人只有2只手啊，如果你1只手扶着枝条，1只手采樱桃的时候，那你的速度就只剩下一半而已咯。而且呢，当你把樱桃呢夹在腋下的时候，当你采下来樱桃的时候呢，它就会直接掉到桶子里面，这样桶子直接接住的话呢，就非常刚好也省时间。那现在就来跟大家示范一下我的樱桃分梗技巧。首先这个呢是我做的道具，它是卫生纸。然后你就当做上面这个梗是跟树枝接着的地方是梗，然后下面呢这2边会有1颗樱桃、2颗樱桃这样。通常大部分我们采下来啊都是像这样子，就2颗樱桃连在一起，
所以呢，我们采下来的时候啊，你记得你手要抓，就是我通常是抓在梗的中间，不同的品种可能会有点不一样，但是大部分时候我就是抓在梗中间。然后你要怎么摘呢？你不是这样往下扯下来哦，你是如果树枝在上面的话，你要把它往上扯下来。通常往上会是比较好扯的，大部分的品种啊，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品种不太一样，就是你要真的很难扯，要硬扯把它扯下来。但大部分呢，你可以先尝试往上这样。那折下来之后呢，通常就是长这样嘛。那你就要拿你的另外2根手指头去这样把它给扒开，先这样子扒开了。那有时候啊，可能因为你拔很快嘛，你没办法每次都控制得很好，你是用这2根手指头拔到的。有时候呢，可能会变成这2根手指头拔到，那你就也是直接用另外2根手指头这样往上就可以把它拔掉。不知道你这样看得清不清楚？我是觉得蛮白痴的。那通常大部分呢，我用最顺的就是像那样比较正常，就是这样2只手这样折的抓起来，然后呢这样分开，最顺的会是这个方式。好，那你现在仔细看的话，应该是可以看得出来，我通常是从梗的中间往上把樱桃扯下来的。然后也可以看到，其实有时候啊，我还是会用2只手来一起把樱桃梗给分开，因为有时候它那个梗可能连得非常的紧啊，用单手有点难分开，或是有时候它是有3颗梗连在一起的，3颗梗连在一起的，其实我到现在都还没有什么很好的方法可以单手把它分开。如果有人知道什么好方法的话，也麻烦分享给我咯。那在这边再跟大家说2个可以提升速度的技巧，一个就是呢，你最好练成你在采樱桃的时候不需要看着樱桃也可以采的情况，因为有时候它樱桃树有很多叶子，如果每一次你都要翻叶子啊，要看着樱桃采的话，其实会浪费很多时间的。还有就是啊，你可以练一下在手里面收集多颗一点樱桃，再一次放到桶子里，因为有时候它的枝条啊距离桶子有点距离，如果每一次啊你都要摘一颗樱桃放到桶子里，摘一颗樱桃放到桶子里的话，其实也是浪费掉蛮多时间的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，希望今天跟你分享的所有内容都可以大大的帮助到你，尤其是摘采技巧方面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樱桃摘采赚大钱。明年我1月1号的时候呢，我也会飞去塔斯马尼亚，所以呢我也会去做这次的樱桃季节，所以希望会在那里遇见你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记得按赞、订阅，还有分享给你身边想要打工度假、想要做樱桃摘采、想要做果园的朋友们。也别忘了可以到我的 Instagram 看看我现在目前在澳洲大堡礁的潜水日常。那我们下次见，ciao。